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Story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今天我和我的好朋友琪琪 Hello, I'm Kiki。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在欧洲我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那琪琪她来布达佩斯看看我。琪琪她住在比利时。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拍一个视频，我们会一起谈谈她在欧洲的生活、学习和她对欧洲的感受。好，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刚才就是在前边你已经说到了，就是你的最大的爱好呢是跳芭蕾舞。我觉得你已经跳了很长时间了。那4年。4年，已经把这个爱好带到了欧洲。那现在你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也想问你，就是你在这个欧洲的这段时间，在比利时住了1年，那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兴趣爱好？就是你刚从这个新的这个生活改变里边学到的一些新的技能或者是爱好呢？好，来了欧洲，我第一件事情感受到的是我很放松，我好像重新拥有了自由，所以我曾经认为已经丢失掉的爱好就是旅游，我又找回来了，我又重新的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想去往这个世界的很多个国家，很多的角落。我曾经认为我的精神世界足够丰富，我获得的爱足够多，我不想再去看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反而是更美的身体、更美的内心和精神会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现在呢，我又重新想看这个世界，又开始旅游了，所以旅游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爱好之一。其次就是我非常艰难的在这里开始了芭蕾。如果练习芭蕾舞的朋友会清楚，中国的芭蕾舞和欧洲的芭蕾舞区别很大。想要重新适应这个欧洲的芭蕾舞是很难的。中国芭蕾舞起源于意大利，但是它发展于法国，所以对于布鲁塞尔说法语的地区来说，他们的芭蕾舞是非常纯正的。所以呢，我在那里学到的芭蕾舞是非常系统的，也是非常有难度的，跟中国的比起来。中国的更像是一种标准化的教育，而法国呢更像是一种丰富的人生体验，是真的在跳舞，而不是一种学习。所以我体验的更多的是快乐，因为跳舞的快乐，我重新想认识在课堂上的那些人，所以我想学习法语，所以我也开始了我学习法语的道路。我希望我能在学习完 A1 之后，A1 之后再刚刚开始学习，对，再接着继续学习 A2、B1、B2 这样，一直在我毕业之前都能连续的上这个法语课。并不是为了考级，我是希望能真的跟我的一起上课的朋友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去融入有法文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团体。也希望自己在未来，我会把巴黎保留到很后面的位置去体验。我也很希望我能真的在巴黎上一节或者很多节芭蕾课。我甚至想一段时间住在巴黎，去频繁的上芭蕾课，在 theater 在剧院里面上芭蕾课，也都是我在来了欧洲之后重新拥有的一个爱好。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欧洲的学习的这段时间，可以在那个芭蕾舞的水平有提高，可以去很多的欧洲的国家旅行。对，有很多新的体验。是的，很不一样的体验，也是人生中很具有突变性的那么一刻。好的，那刚才我们谈的跟你的生活可能更多的话题。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来这个比利时留学，那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感兴趣，就是你觉得在就是欧洲的这个教育，或者是比利时的这个教育，跟中国的教育一个比较大的区别，你觉得是哪方面的呢？相信很多中国人也都在诟病这个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国的教育还有很长的
一段路在需要发展。相比来说，欧洲的教育它是一个比较系统、比较有计划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像我的博士课程，我刚才有讲到，它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安排的，我要在每一个阶段里完成我的规定任务，而不是说我在4年期间，4年相比于1年的任务来说太漫长了。那你如果把所有4年的任务放在同一个节点去考核的话，那我浪费了3年的时间，用最后的1年时间去完成所有的任务是很不现实的，这势必会导致延期。而欧洲呢，用每一个节点来去分割这个4年的任务，会让事情变得很容易，所以这是规划的一个重要性。那我最近刚上了一节欧洲的课程，叫 Managing Your PhD， 这个是规划我的博士整个期间的一个时间节点，它甚至包含了这个 holiday buffer time，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计划会非常的详细，对吗？就是会详细到非常短的每一段时间。对，甚至是1年的每一个月、每一个周，你大概有什么样的任务需要完成？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需不需要有 buffer time 去延长这个任务？如果你的哪一个节点没有完成，你有什么样的 backup，备选，这样会保证他博士的一个顺利。所以这一点是我认为相对于中国的教育来说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对学生来讲，博士生来讲非常好的方式。除此之外呢，相对来说，我认为博士的教育是非常的难的，不论是对中国的导师还是外国的导师来说，带领一个团队，它更像是一种工作，而不像是一种学生时期的任务。但是呢，中国呢更像是一种学生，所以在中国的教育里面会有更多的压力，比如说要发更多的 paper。当然，在欧洲你也需要很多的 paper， 要发很多的，发表很多的论文。对，如果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硕士或者博士的这些人群来说，我们都知道发 paper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发表论文也是有这个规定的这个数量，你需要发表多少论文？是的，每个导师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当然，你想要走学术的道路，你发表的论文肯定是越多越好。但是，像欧洲的教育呢，它不会强制你发几篇论文，但是至少1篇论文你才能达到毕业要求。它更强调的是你要掌握怎么带领一个团队，怎么去当好一个教授，怎么去带领教学生。我甚至有一门课叫做Teaching Assistant， 就是教育辅导这样的一门课程，所以我要去学习怎么去教学生，怎么去带 master 带硕士生，怎么给一个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定下他的课题，给他定好足够的规划。这是我在欧洲学习到的这个课程。在中国呢，是不会有这样的课程去教给中国学生，告诉你以后怎么去当好一个博士生导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以后怎么去做好一个博士生导师，或者说这是我们在博士期间需要学习的一个课程。在中国的学习的经历和在这个现在学习的这个经历，你觉得哪方面就是哪边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当然是中国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中国呢更看重结果，并不是说欧洲不看重结果，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永远会追求一个比更好的结果。在欧洲来说比较卷，压力比较大。是的，更卷一些。在欧洲来说呢，你只要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就足够了，甚至是你只要有一个结果就足够了。我学到的一句话 ，Finish is better than perfect。完成是比完美更加重要的，这是我在欧洲学习的一句话。但我想在中国有的时候，完成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完美。这就是我感受到的区别，也是不同的状态的原因之一吧。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也是不只是学习方面，可能在生活方面我们也应该学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不要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一直要让自己更完美，对吧？就是所有的事情，对，不只是学习或者是成绩方面的。
是的，体验有的时候过程也是很美好的，并不一定非要追求到一个很完美的结果。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很感兴趣的，就是你在这儿住，那会不会想念你的家人，或者是想念中国的生活？那你跟家人或者是跟中国的朋友是怎么联系的呢？我的中国朋友在这里，我知道你想我，所以我来看看你，所以他来看看我。一个周的时间，一个周末的时间飞过来，从布鲁塞尔到布达佩斯来见他。对，所以我非常期待我的中国朋友能来欧洲，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可以，我可以飞过去。感谢联航。那看来就还是那个想念，很想念中国。我也预计会在今年的圣诞节回一趟中国，因为我太想念我的家了。这也可能是所有留学生刚到另一个国家的一个通病啊，非常想念自己的祖国。但是其实呢，我没有跟我的父母有任何一点的断联。我是一个在非常健康、非常有爱的环境下成长的一个独生女，就是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女孩。对于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这样的家庭，可能还是非常想念父母，对吗？对。所以呢，我大概每一周的周末会花2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3个小时的时间，去跟我父母视频。或者在任何时间我都会可能打给我父母，尽管我们有6个小时的时差问题，但我依然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骚扰他们。他们现在已经认为你能不能不要老给我打电话，去找一找其他人。所以我跟我的父母还是保持非常频繁的沟通的。我的朋友呢，我还跟大家都保有时常的沟通。现在很方便啊，打视频，发短信，随时可以联系。我会每天都会花一定的时间去聊微信，跟我在国内的朋友们保持沟通。其实尽管我们很近，像我们都在北京的话，我们也不能保证每天都见面，我们也只是说偶尔能见面，更多的是我们要了解互相的状态，我们要知道彼此的生活进展，互相关心，这是更重要的。所以感谢微信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也有机会沟通，还或者其他的社交媒体软件一样，我们有机会沟通，是我们能保持粘性，保持我们这个友谊的还有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对，是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比较方便，可以让就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保持联系这样的。那你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呢？我预计今年的圣诞就会回去，但是圣诞节的时候，朋友们，你们的圣诞机票为什么这么贵？你们是不是圣诞都要出去玩？对，这个圣诞节肯定是高峰，大家都会去旅行啊，或者是看家人，是的，会比较。我同事甚至跟我说，他要避开圣诞的时间，圣诞他要在办公室里工作，圣诞之后他才要出去玩，就为了省钱。但是我没有足够长的假期回到中国，毕竟回到中国的成本很高，所以我想把我的圣诞假期也放在里面。我想这是你们圣诞节机票很贵的原因之一啦。希望很快可以在中国，可以在北京跟你见面。希望，所以会吃很多好吃的中国菜。是的，非常想念中国菜，特别想念。OK， 各个省市的菜。好的，那感谢你今天的采访，感谢你给我们大家介绍这么多有意思的，就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这个欧洲的生活，然后也很高兴你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你的生活和你的感觉，对，让我们了解更多的这个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这个地方的区别。是的，我也很感激有这次机会能表达我的感受。当然，我也很喜欢看你们表达你们在中国的感受，我会关注很多外国博主哦。好，那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琪琪，然后你有什么想法，也请你们在评论里边给我们留言。对，好，那我很高兴今天琪琪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视频，那我也很高兴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和他的故事。好，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我是安妮，拜拜。好，再见。